在20世纪的巴黎，塞纳河畔的咖啡馆里，经常能看到一对特殊的情侣，让保罗·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娃。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爱人，更像是一对终身的灵魂合伙人。他们的关系超越了世俗的婚约，建立在一种罕见的智力共鸣和精神契合之上。他们约定彼此拥有必要的爱情，同时保留偶然的爱情的自由。这意味着他们的核心关系是建立在思想的深度交流和精神的互相扶持之上，而世俗的忠诚和占有则被放在了次要位置。他们互相阅读对方的草稿，进行最尖锐的批判。他们共享彼此的生活，却又保持着独立的思想空间。波伏娃在萨特的影响下，写出了奠定女权主义里程碑的《第二性》，而萨特也在与波伏娃的持续对话中，不断深化着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他们的故事惊世骇俗，却也为我们揭示了一种亲密关系的至高境界。爱不是互相凝视，而是一起望向同一个方向。它不是简单的物质供给或情感慰藉，而是两个独立灵魂的携手共进，是彼此生命蓝图中最关键的成长合伙人。这个时代，我们谈论爱情，常常陷入物质与情感的迷思。有人认为，爱是无微不至的照顾，是舍得为你花钱的慷慨。这固然没错，但如果仅止于此，那不过是爱的初级阶段。真正的爱是更高维度的互相成就，是透过对方的眼睛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是因彼此的存在而成为一个更完整、更强大的自己。今天，我想与你深入探讨一种稀缺却至关重要的亲密关系——成长性关系。它关乎我们如何选择伴侣，如何经营感情，更关乎我们如何通过爱实现自我生命的跃迁。爱的供给与成长，两种模式，两种人生。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伴侣模式：供给型与成长型。这两种模式决定了感情的走向，也塑造了我们的人生轨迹。以供给型伴侣，温暖的陷阱与无声的消耗。供给型伴侣听起来很美，他们会记得你的生理期，为你准备好红糖水，他们会在你加班的深夜为你送上一碗热腾腾的夜宵，他们会满足你物质上的需求，让你过上看似安逸的生活。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很容易让人产生依赖，误以为这就是爱的全部。我的朋友小雅曾拥有一个教科书式的供给型男友，男友家境优渥，对她呵护备至。毕业后，男友对她说：“你不用那么辛苦，我养你。”于是，小雅放弃了自己心仪的设计师工作，成了一名全职女友。起初，生活甜蜜如诗，但渐渐的，她发现自己的世界越来越小。男友不希望她出去工作，认为抛头露面太辛苦，不鼓励她学习进修，觉得女孩子没必要那么拼。她的生活被简化为逛街、美容和等待男友回家。当她某天兴致勃勃地谈起一个设计灵感时，男友却心不在焉地打断她：“这些东西我不懂，你还是多关心一下我们的晚餐吧。”那一刻，小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窒息。她意识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华丽的笼子里，羽翼正在慢慢退化。这种看似安逸的供给，本质上是一种消耗。
他以爱的名义剥夺了你自我成长的可能性。供给型关系的本质是一种懒惰的爱，它满足的是最表层的生理和情感需求，成本并不高，一杯奶茶，一顿晚餐，一个包包，这些都可以轻易获得，但它回避了关系中最核心的议题：精神的共鸣与灵魂的成长。这种关系看似稳定，实则脆弱。当供给中断，或者被供养的一方失去吸引力时，关系便会迅速崩塌。成长型伴侣，人生的盟友与灵魂的催化剂。与供给型不同，成长型伴侣如同你人生的盟友，他们不仅爱你当下的样子，更爱你未来的可能性。他们鼓励你探索未知，支持你追逐梦想，甚至会以你为荣，因为你的成长也是他们生命价值的体现。作家余秀华的成名之路便是一个成长型关系缺位的反面教材。她在闭塞的农村被禁锢在一段缺乏精神交流的婚姻里，她的丈夫无法理解她的诗歌，甚至认为那是不务正业。她的才华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几乎被磨灭，直到她通过互联网将自己的诗歌公之于众，才获得了外界的认可和支持。她的走红，某种程度上是对那段消耗性关系的最强反抗。试想，如果余秀华身边有一个成长型的伴侣，一个能读懂她诗歌里挣扎与渴望的灵魂，她的才华或许能更早地绽放。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将你束缚于厨房与尿布之间，不会用贤妻良母的枷锁捆绑你飞翔的翅膀，他们会为你递上攀登悬崖的绳索，而不是在你向上攀爬时抱怨你为何不安分守己。成长型关系的核心是反人性的修炼，它要求的不是简单的物质付出，而是更高维度的精神共鸣。这包括对方的认知水平，他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解读商业与社会，决定了你们能否在思想上同频。情绪掌控能力，在压力和冲突面前，他能否保持稳定。理性沟通，而不是情绪失控。互相伤害，行动力与事业规划，他是否对自己的未来有清晰的规划，并付诸行动，这决定了他能否成为你人生路上的榜样和战友。这些品质无法伪装，需要长期的自我修炼和反思，他们是感情中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一个拥有这些品质的伴侣，才能在漫长的人生中与你并肩作战，互相赋能，圆满的个体。成熟的爱，为何你总在感情里渡劫？很多人在感情中反复受伤，总觉得自己遇人不淑，真心错付。但问题的根源往往不在于外界，而在于自身。匮乏感的磁场，你吸引的正是你缺失的。心理学上有一个磁场效应，当你内心充满匮乏感，散发出我需要被拯救，我需要被填满的气息时，你吸引来的往往不是王子，而是同样匮乏的索取者，或者是嗅到你软弱气息的捕猎者。我的来访者莉莉总是在感情中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她渴望被爱、被照顾，将伴侣视为拯救自己的浮木。她的第一任男友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拯救者，他为莉莉安排好一切，但也剥夺了她所有的自主权。分手后，莉莉又遇到了一个
看似温柔体贴的男人，却在不久后发现对方是个情感骗子，利用他的依赖心理，骗取了他的钱财。丽丽哭着问我，为什么我总是遇到渣男？我告诉她，因为你一直在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一个内心强大、自我圆满的人，不会被你的求救吸引，他们寻找的是势均力敌的伙伴，而那些被你吸引来的，要么是想控制你，要么是想利用你。爱情不是精准扶贫，而是强强联合。当你期待对方来治愈你的童年创伤，安抚你的内在焦虑时，你就已经将这段关系置于不对等的位置。一个成熟的个体，首先要学会自我负责，将自己照顾得很好，才有余力去爱别人。爱的生产力，你是能量的给予者，还是消耗者？一个人的爱的总量是恒定的，如果他自身缺乏生产爱的能力，只能像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不断向伴侣索取情感滋养，那么这段关系注定会走向枯竭。索取型伴侣的典型表现：情绪勒索，你如果爱我，就应该；过度依赖，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完全寄托在对方身上；缺乏共情，永远只关心自己的感受，无法体谅对方的付出。与索取型伴侣在一起，你会感觉自己像一个被不断抽血的供体，能量在无形中被消耗殆尽。而两个成熟圆满的个体，他们的爱是生产型的，他们各自拥有一个丰盛的内心世界，能够自我发电、自我满足。他们的结合，不是为了填补空虚，而是为了分享丰盛。这样的爱，才能像源源不断的活水，滋养彼此，历久弥新。如何成为一个爱的生产者？先处理好自己的课题，对人生的迷茫，对事业的焦虑，内心的创伤，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功课。在进入一段关系前，先学会与自己和解，向世界要答案，建立独立的支撑系统。你的快乐不应该只来源于伴侣，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建立自己的社交圈，拥有自己的事业追求。当你的生活足够精彩，爱情只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提升自我价值，增强自身实力，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当你拥有了足够的话语权和选择自由，你才能吸引到同等量级的优秀伴侣。记住，先自爱，再爱人。当你自身圆满丰盛，如同一颗自带光芒的恒星，自然会吸引到同频的行星，围绕你构建一个稳定而和谐的星系。这就是正缘随之而来的秘密。识别有害关系，升级你的择偶认知。不是所有的亲密关系都值得投入，有些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场消耗。学会识别并远离有害关系，是成年人情感世界里的必修课。一、有害关系的隐形标签。有害关系往往包装得很好，它可能以深情的面目出现，也可能以安稳的姿态诱惑你，但只要内核不稳定，迟早会露出马脚。警惕以下信号：打压式伴侣，他会不断贬低你的价值，打击你的自信，让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只能依附于他。例如，你这个都做不好，还能干什么？消耗式伴侣，他会不断将负面情绪倾倒给你，将你当成情绪垃圾桶，却从不为你提供任何正向价值。阻碍式伴侣，他会阻碍你
追求个人成长和事业发展，希望将你困在原地，以维持他的安全感和控制欲。新闻中曾报道过一个案例，一个原本前途光明的女孩，在恋爱后被男友不断灌输“你不行，你太天真”等思想，男友以保护为名，限制她的社交，干涉她的工作选择，最终导致女孩患上抑郁症，放弃了事业，与社会脱节。这段看似深情的关系，实则是一场精神上的谋杀。二、升级你的择偶观，从硬件到软件。一个成熟的择偶观，应该超越表层的硬件标准，深入到核心的软件层面。传统择偶观，硬件看外貌、看家庭、看房车、看学历；成长型择偶观，软件看行动能力、看事业规划、看情绪内核、看认知水平。硬件是存量，是静态的，它决定了关系的起点；而软件是增量，是动态的，它决定了关系的未来和高度。一个人的行动能力比他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更重要，因为它代表了创造财富的潜力。一个人的情绪内核比他的外貌长相更可靠，因为它决定了你们能否在风雨中携手前行。一个人的认知水平比他的家庭背景更具价值，因为它决定了你们能否在精神世界里同频共振。当你开始用软件标准去衡量一个人时，你的择偶雷达就会变得异常精准。你不会再被表面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而是能穿透迷雾，直抵一个人的核心本质。你会发现，那些真正有魅力的人，往往不是最帅或最富的，而是那些眼里有光、心中有火、脚下有路的行动派和思考者。爱是修行，愿我们都成为彼此最好的合伙人。回到萨特与波伏娃的故事，他们的关系并非没有争议，甚至充满了世俗眼光中的不完美，但这恰恰说明了成长型关系的真谛，它不追求完美，只追求成长。在这样的关系里，你不需要伪装，不需要讨好，你可以暴露自己的脆弱，因为你知道对方不会指责你。你可以大胆地去试错，因为你知道对方会是你最坚实的后盾。你们是爱人，是战友，是彼此思想的磨刀石，是对方灵魂的催化剂。感情终究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修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哪怕你已经拥有了一段看似完美的感情，也不能放弃向上的渴望，因为只有当你自己不断攀登，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也才能配得上与你并肩看风景的人。愿我们都能拥有识人的眼光和被爱的运气，但更重要的是，愿我们都能拥有自我圆满的能力和持续成长的勇气。不要在想象的爱里沉沦，要在真实的关系里成长。不要寻找那个能满足你懒惰的攻击者，要去拥抱那个能激发你潜能的盟友。因为爱的最高级形式，不是成为彼此的另一半，而是成为两个完整的圆，互相照亮，彼此成就，共同绘制一幅壮丽的生命蓝图。我是高维认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